在给我一个感觉特别像那啥，你在我这个角度来看，你看你在我这个角度来看，像什么？就你特别像那电影叫什么我忘了。哦，我好像知道你说那个赵丽颖老师演的那个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你知道吧？跳海，也是这个跳海，是特小孩吗？也是孩子，反正是跟小孩那个。不是啊，是那什么，那什么家暴那个吧？哦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赵丽颖进去是谁的不就一个家暴那个吗？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太阳花那了个，手语那个太阳花吗？不是太阳花，啥太阳？叫啥叫啥？你俩这行两天应该是争不出来。赵丽颖老师演那个，就是手语的那个吗？对呀，手语那个。站在楼顶上那那个。个太阳花吗？不叫太阳花太阳花呀？进女子监狱那个吗？小哑巴，啥太阳花？太阳花是他另一个了。啥太阳花呀？那是向阳花。向阳花，向阳花，太阳花去了。我向日葵都出来了，喇叭花都出来了，牵牛花了。小嘴一对胡粑粑。搁那瞎，其实咱们说的真都是一个东西，就是搁这瞎说的，谁也不知道他确定叫啥。哎，铁柱是什么？他现在他是张长林还是牧师啊？还是不，他好像是其他的。牧师是谁啊？也没定，都没定呢。所有演不了张成林的都会去竞争牧师，是这个意思。你一会儿数有多少个张成林就好了。我现在家里一算，我这是1、2，然后笑天歌。他本来也是张长林，马上过来，马上过来。还有英台，还有那个还有开思源都要来，就这样5个。他好像说是有6个，笑天说有6个，我算了半天哪里来的6个呀？不用来，哪里有6个？一会儿又来气你。你焦虑的时候能吃这东西吗？我也不太能吃，我晚上能吃去。我焦虑的时候啥也干不下去。都这样，我焦虑的话晚上睡不着。我是分事儿，就这事儿你肯定那啥呀，一直放我心上，我也是，难受。你都没参加过这样，你说哪儿见过那么多人，对吧？我见组倒见过组，但我见组我都没见过。你平时演的也多了，专有天赋。谁呀？你呀，都有天赋，没有天赋，这给剪进去啊，这给剪进去啊。我也真的重说一遍，就刘大月天赋减入全肉，必须剪。大月，你都自己的头发？自己的头发多呢？我黑人卷。什么叫黑人卷？就是我那种小的自来卷，就是黑人什么卷，我是什么卷。那么卷。但是但我还是中国人。你没有任何那个血统？没有，就我感觉我有点基因突变。你家就是往上数很多代，可能有一个非洲人。只有我大姨是这样，但还没有我严重。然后我去过很多理发店，就从小学6年级去理发店，每一个见到理发师都很惊讶，就是他的职业生涯这么久都从来没见过我这种头发，就是这样的那种卷，比太医的卷还要卷，可难打理了，都梳不通。小时候就因为弄这头发天天苦。我现在你看，我现在每天不是涂好多发胶吗？我到家以后洗完头，我要拿顺发梳拉1个小时。你看，我从6年级就开始软化，软化了20年。那这样会不会不好呀？没办法，如果不软化的话，你每天头发非常难打理。我只有一款头型适合我，爆炸头，脏辫。但是你知道我后来和解了，我小时候觉得我好羡慕就是这样的头发，有光泽感。然后我现在和解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等我老了以后，我到7老80了，我那个头发那个卷还能显得头发多。其实我这头发已经掉了一大半了。头发真的好多，太有意思了。是。
你也没拍是不是？我拍了一条。怎样？你怎样？我就一直蹭，一直画，然后突然导演就是那个突发奇想，他说啊，我觉得你很适合，就是一个不小心一直听到秘密的阿姨。好啊，我就说好，那我就是马家王姐，然后就刚刚就拍了一条，他们在讲秘密的时候，我就要递水，然后就闷，然后去通风报信，没有就退出去。因为你在这种家族，你要活得久，你就得什么都不知道，但他又不小心什么都知道。我刚刚其实想跟他分享，就是你可以加戏，就是你可以演那个长头草，你可以算了，没事，你可以加一个好玩一点。我蹭到这个部分，我已经很开心，完成任务了，又有分数，有分数了。你还可以蹭其他，他不是说你今天想演什么你都可以蹭吗？那这样子就算一个角色只有5分啊、10分啊，那你好多分，蹭来蹭去也是好多分了。哦，啊，那不行，我也要换。为什么？你是很难啊，因为你这个太突出了。对啊，你演路人甲，我是演什么路人甲都没人会发现的。我给个后脑勺我1分，对不对啊？王妈上场，王姐上场，加油！他这个就真的是突然一下帮他想出来的角色了，因为短剧里很多短剧，它是一个很热的梗，就是总裁家总要有一个王妈。因为真的在我们的，包括现在的短剧里边，就是这个角色也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就是促进男主感情的。之前的梗是，哎，我家少爷很久没有这样笑了，就是类似于这种，就是意思是女主的出现给了男主不一样的感觉。老师，对啊，怎么样能快速的哭？大家都要酝酿一下。就是像短剧，没有给你现场没有时间给你酝酿。那肯定是肯定的。你们拍短剧的时候怎么哭的？如果这个剧情特别能够打动我的话，我就很容易哭。像最早这种很荒谬的剧情的时候，就是你要么就想你自己伤心的事情，如果你自己没有什么伤心的事，那你就硬哭啊。教我一下怎么硬哭。硬哭就是，其实我觉得他是那种，就是我不是那种你让我哭我就能哭，但是我就是那种，如果你越是忍你的情绪，就你越不想哭，反而越容易哭出来。对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就是我会留意我每次哭的感受。我也会这样。就比如说昨天那个状态，就是我之前可能有某一次在吵架的时候，我就有到过那个就是那个状态，就是那么的就是挣扎和歇斯底里。然后你在演那个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你可能快要到那个状态的时候，你感觉你过去的回忆和那个记忆会回来刺激你，然后你就歘一下子就会到那个。对，所以就这个咱俩是一样，真的会记得。我会记得，而且我哭到一半，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个事情，我哭到一半，我突然停下来，我在想我这是什么感受。其实我跟我发小都不是演员，他们听我说，他们觉得你好变态啊，他们说你怎么会这么变态？我哭着玩，我就看我的镜子。对。你好变态。他跟我发小发出了一样的那种疑问。我当时累到就是有一次去参加晚会，晚上我因为特别累，我已经1个多月没睡觉了。然后我回去，我妆都没卸，倒头睡着了。我半夜醒来，我走去厕所的时候，直接眼睛一黑，梆的就摔下去，脑袋直接砸厕所上，就是已经到那种地步了。当时，但是我停不下来，就是焦虑。所以我很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样能够停下来的？因为你停下来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就是你知道人有时候会着相，就像你做题，你卡住某一个程序，你就反反复复的解，其实你跳出来再看，它整个框架是什么样子，你就会觉得这其实只是这么大试卷里边的一个题，它不值得你浪费这么多时间。
工作很重要，但它没有那么重要，它不会比你生命重要。那这个是的，对，然后生命肯定是最重要，健康是最重要的，成长很重要，但它没有你吃饭、你睡觉、你去感受这个生活，你跟你朋友待在一起重要。你看，这就是我觉得人和人不同的之处啊。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不会爱自己的一个人。我跟你讲，真正爱自己的人，不会天天跟别人说你要爱自己。因为我希望别人爱自己。我是讨好型人格，我赚钱，我不给自己花，我从来不给自己花。我不给我爸买车，我想给我妈买房，但我从来不给自己花。你跟我去年一模一样。我有很久没有给自己花过钱了。我也是。就是，比如说我可能在我年少虚荣心比较强的时候，我每天都要幻想，我这些钱我用来买哪个，那些钱用来买哪个。然后当我28岁的时候，可能实现我18岁的这个梦想的时候，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我特别空虚，我在想，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原来不是赚钱，不是工作，就是感受、情绪才是最重要的。就比如说18岁，我可能从一点点钱买了一个东西，他获得的情绪价值比我28岁是的花这么多钱买的情绪价值都大。我去年就等于就是没有出去玩的一次，唯独就是在拍完《红糖》之后，导演跟我说让我歇会儿，他说让我停下来，让我对自己好一点。我去泰国玩了4天，只有4天，一直在对工作，一直在每天打各种电话在对工作。很焦虑吗？玩的？如果你不做，你不去管，这个事情就瘫痪了。不是，这个世界不是说瘫痪了就会坏掉，也不是说你只管它就会好。但是如果我不努力的话，我还是会。就是很多事情可能你觉得它好，但是它其实不重要，就这件事情本身就不重要。把这些事情做好，其实是自己的枷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能怎样？然后你这个课题就过了，真的。我听说那个梁汉文哥哥也要演这个张长林。谁要演张长林？梁汉文哥、汉文哥，他们个个都想跑过来，这还要来了。你能不能鼓励我一下，让我势在必得？我就觉得你像呀，要说干嘛呀？还有就是牧师的那个，昨天郑宇老师就说你适合牧师。我发际线现在这么好，你让我适合牧师？我给你薅完不就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昨天我偷听到他一句话，我们是不能化妆过来的嘛。他唯一要求的是什么？发际线粉，我也听见了。你在电梯里听见。他就唯一要求的就那玩意儿，就是男人的底线要守住。哎呀，昨天我说什么玩意儿来着？吴镇宇老师说他不像地痞流氓，还是不像什么来着？他说对，老师说我太帅了。我说老师后的那几个字没说过呀。他自己非得自己加几句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断的重复，大家就会信以为真。我确实挺帅，确实挺帅。哎，那天我不是说的吗？说认为自己帅的就是个油腻。什么叫油腻？就是认为自己帅的嘛。那天谁说的？只要这个男人他觉得自己帅的时候，就非常容易油腻。我跟你讲，就帅的这个跑道，我已经跑了很多年了，是吧？被后浪拍在了沙滩上。我现在只有油腻一条路可以走了，你不要抢我的赛道。我不跟你抢油腻，谁跟你抢赛道？这以后就是我的赛道，你知道？我们全部让开，不加，反正不管他演什么不管他演的那个。你告诉张成林这个角色油不油腻吗？就很油腻啊。谁？阿婆，您用了我们的药，可以说下感受吗？还挺像的。谢谢婆婆。你挺像的。